贵妇每天睁着眼睛睡觉，只为抵御丈夫情人的暗算。每晚女仆都会按时打开房门，迎接老爷的到来。她如提线木偶般机械的舞动，完成这场毫无温度的例行表演。待老爷终于吐出绵长的呼吸后，才披着月色悄然回到自己的房里。床下的阴影里，一个小男孩将自己全程颤抖的一团。这是一部极少人看过的电影，至今豆瓣上也只有375人评价，因为它并不适合所有人观看。有的人觉得这是部充满隐喻的佳作，每个细节都值得推敲，也有人认为他们完全看不懂在讲什么。而七天认为这绝对是荷兰10年来最好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就像是精心调制的热带鸡尾酒，多汁，充满诱惑。看完后，你一定会在某个失眠的夜晚梦到片中那份多彩绚烂。故事情节不仅层层翻转，还充满黑色幽默，又散发着鬼魅般的时尚气息。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第76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甜美的梦》。1900年，荷兰殖民印度尼西亚，荷兰商人简带着妻子在此建起一座糖厂，将这片沃土上的甜蜜榨成自己的金山银山。他们虽坐拥万贯家财，却无比吝啬。糖厂工人和家中仆人的血汗钱，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账本上的数字，能拖就拖。可每当夜幕降临，简家大宅却灯火辉煌。简夫妇举办着奢华盛宴，招待同来的荷兰殖民者。餐桌上珍馐美味堆成小山，剩下的烤乳猪，他们宁可拿去喂狗，也不愿施舍给家中忍饥挨饿的仆人。简夫人早已青春不在，在简眼中，她不过是个日渐枯萎的花瓶，年轻貌美的女仆西蒂才是她的心头好。西蒂为简生下一个儿子，那男孩机灵勇敢，竟用一只猪腿做诱饵，打死威胁村民的老虎。简夫人纵然心中愤愤不平，为了维持家族体面，也只能默默忍受，将苦涩咽进肚里。Wat je wil. Dankjewel. 西蒂虽诞下孩子，却依然逃不过繁重劳作。他每日在厨房庭院间穿梭，累得腰酸背痛。但在那个黑暗的殖民年代，他觉得这样的生活至少好过嫁给村里食不果腹的穷人。男仆丽萨暗恋着西蒂，看着他受苦，心中满是不甘。他时常在西蒂耳边教唆，在老爷的聚会上给那些殖民者的酒里下毒吧，只要他们一死，我们就能摆脱这牢笼，还能得到一大笔钱，从此远走高飞。 Kita racun saja mereka. Ini kesempatan kita. Dalam semalam saja, kita bisa singkirkan mereka semua. Lalu apa? Lalu kita bisa bangun siang besok. Ide bagus. Ayo kita lakukan. 黑暗的念头在丽萨心中生根发芽，一场风暴似乎正在这座大宅中悄然酝酿。这天，老爷刚从西蒂的房间出来，他疲惫地倒在自己床上。年老的夫人多么期望丈夫能多看自己一眼，在丈夫每晚消失的几个小时，她心如刀绞。突然，老爷在床头双眼瞪大，不停咳嗽，面目狰狞。他向夫人发来求助的眼神，见妻子并未伸出援手，他又抓起桌上的铃铛，可夫人却将铃铛一把夺走。之后，他安静地躺在心爱的男人身边，陪伴他最后一夜。清晨，他才叫来西蒂，老爷的身体早已僵硬。西蒂告诉儿子，假若有人问起老爷，就说他生病了。 Kalau ada yang bertanya di mana Mister, bilang saja dia sedang sakit. Dan cuma itu yang kau tahu. Mengerti? Aku bertanya apakah kau mengerti? 西蒂和夫人将床单裹住老爷的身体，一点点拖到地下室。没了老爷，西蒂只有对夫人唯命是从，总比他和儿子被赶出家门要好很多。夫人写信给荷兰的儿子，让他马上动身来处理老爷的后事。现在常有动乱，他不知自己一人能挺多久，但他知道儿子并不喜欢这个贫穷又落后的地方。他只有告诉儿子，假若不来，我只能停掉给你们的所有津贴。 Ik ben bang dat ik de toelage moet stopzetten als je niet komt. Je moeder. 儿子科内利斯带着妻子约瑟芬立刻出发，沉重的行李让马车陷入泥沼。丽萨背着科内利斯亲吻了身怀六甲的约瑟芬，空气燥热黏腻，让人窒息。丽萨却禁不住频频回头观察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常年待在糖厂的简夫人很久没有回荷兰，甚至儿子的婚礼都未参加。夫人介绍，这里所有的仆人都会说荷兰语，暗示儿子和儿媳不要口不择言。约瑟芬看到了站在仆人中的小男孩。 En hij? Wie is hij? Hoe heet hij? Karel. Karel? Hoe komt hij aan die naam? Zo heeft Jan hem genoemd. Wat heeft vader met zijn naam te maken?
母亲从未在信中和他们提起父亲有个私生子的事儿。科内利斯一把抢过卡雷尔手中的长枪，给他好看。而这个小男孩的出现，也彻底改变了科内利斯的一生。屋里刺鼻的尸臭味把两人熏了出来。夫人只有说出实情：老爷死后，我们将他放在地下室几天，等不到你们，才不得已把他埋在丛林中。夫人说他现在孤立无援，厂里工人也不来上班，他希望儿子能帮他解决这些难题。另一边，丽萨又和西蒂求婚，他要带西蒂离开，在丛林里建所自己的房子，一起生活。他一直向往自由，西蒂是他待在这里的唯一理由。现在老爷没了，他以为西蒂可以和他走，可西蒂却依然拒绝了他。在西蒂看来，住在草丛中的房子里就像野人一般，早已习惯在豪宅生活的他，即使换个新主人都不愿和丽萨一起生活。另一边，小夫妻俩早就打好自己心中的算盘，他们要尽快卖掉糖厂，离开这里。 Wij hebben geen enkele interesse in overheersing. Nee, geen enkele interesse in. Overheersing, dat is banaal. Het ene volk dat het andere eronder houdt. Op welke grond? Wij willen in vrede leven, zonder geweld. 原本工人们也眼见讨要不到工资，纷纷罢工，糖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丛林里，夫人却怎么都找不到埋丈夫的那棵大树，老爷像彻底消失一般，这让儿子不禁怀疑。 Maar waar is hij dan? Hoe hebben jullie hem begraven? Gewoon. Hij is er hier naartoe gedragen. Er is een kuil gegraven en toen is hij begraven. En waarom is hij er dan niet? Dat weet ik ook niet. Is hij dood? Wat zou die anders zijn? Is hij niet weggegaan? Ja, hij is weg. Misschien is hij opgegeten door dieren. Misschien weten jullie niet waar jullie hem gelaten hebben. 葬礼上，朋友们纷纷来告别，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个空棺材。好友牧师面露难色。 Ik wil jullie graag helpen, maar als hij straks terugkomt, dan krijg ik de vraag waarom ik een lege kist heb begraven. Wat zeg ik dan? Alsjeblieft, help ons. 科内利斯对年幼的弟弟厌恶又妒忌，听到母亲说卡雷尔的木马是老爷花几个月时间做的，科内利斯火冒三丈。 Wat ga jij doen? Buiten. Met dat paard? Dat kan niet, dat paard moet hier blijven. Dat paard hoeft niet hier te blijven hoor, Karel. Het is jouw paard. Dat paard mag niet naar buiten. 卡雷尔知道哥哥并不喜欢他，老爷活着的时候把他宠上天，现在老爷没了，他和母亲便是他们踩踏的对象。老爷给了他多少爱，就会从他们身上看到多少恨。小小的卡雷尔是葬礼上最伤心的人，他哭得撕心裂肺，母亲反而无比淡定。他对老头没有爱，只是希望在那份苟且中可以衣食无忧。神父赞扬老爷肩负荷兰的使命，驯化这里的野蛮人。丽萨不禁嘟囔几句后嘲笑他们。 Katanya tongkat Yan rasanya enak. Dia menyesal tidak bisa mengisapnya lagi. 荷兰法官上前不停地给他大嘴巴，丽萨却不敢还手，只能默默忍受，否则今天他有可能成为老爷的陪葬品。晚上人群散去，好友牧师却道出一个惊天大雷。前几天老爷曾以公证人的身份来找过他，他立了份遗嘱，他将糖厂、房子和遗产土地等一切都留给他的私生子卡雷尔。在遗嘱中，他甚至说卡雷尔是他唯一真正的儿子。看着自己的财产被一个小孩夺走，现在他甚至不被父亲承认。科内利斯气疯了，约瑟芬出主意，不如马上就拍卖掉这里所有的东西。牧师提醒他，需要事先得到卡雷尔的允许。看着西蒂进来倒茶，他们马上换了话题。带他出去后，见夫人质问 Wie heeft het over verkopen? Wat gaat er verkocht worden? Alles. Alles gaat verkocht worden. Alles. Ja. Het huis, de fabriek, de plantage. Deze kamer Ja. De schilderijen, de tafel, dit tafelkleed. en mij. Voor hoeveel wilden jullie mij dan verkopen? Wat is je prijs, moeder? Zoveel als die stoel? Of de tafel? Of zat je te denken aan de kandelaar? Of deze vork misschien? Wat niet weet, wat niet deert. En bovendien, er is helemaal geen lichaam. 牧师思考许久，只有提出一个办法，在别人察觉前保持原样。约瑟芬和丈夫埋怨这个地方又脏又乱，她不愿意多待一天，她坚决反对把孩子生在这里，可丈夫却坚持必须拿到钱才能离开。看着妻子崩溃大哭，突然
他心生一计，他要亲手解决掉那个讨厌的小孩，这样他们就能顺理成章的拍卖这里的财产，之后回到荷兰幸福的生活。第二天他就开始行动，科内利斯悄悄拿出父亲的手枪，跟着卡雷尔走入丛林深处。卡雷尔突然停住脚步，科内利斯悄悄在他身后举起了手枪。另一边，西蒂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不停呼唤卡雷尔。约瑟芬为引走西蒂说，刚才看到卡雷尔在房顶上玩。忽然传来一声枪响，西蒂原本想去查看，却被约瑟芬命令现在就去房顶。科内利斯并未打中卡雷尔，机灵的卡雷尔在关键时刻跳入河水中，科内利斯也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下去。可湍急的河水中，他怎是卡雷尔的对手？没有打死卡雷尔，他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河边的村妇纷纷嘲笑他。حوامل lachen! Stop met lachen! 约瑟芬寻找丈夫，却在甘蔗林里迷路。恰巧丽萨看到追了上去，她递给呕吐的约瑟芬一根香蕉后，带他来到森林深处的溪水边。炎热之中，这里是冰凉的世外桃源，潺潺泉水和鸟叫声让约瑟芬烦躁的心突然安静下来。她触摸到丽萨坚实的肌肉，丽萨不禁邪魅狂笑。约瑟芬褪下衣物，让她给自己按摩。她问起：“我是不是在你眼中并不美丽？”说着还拉住丽萨的手。母亲终于找到了卡雷尔，村妇提醒他应该看好儿子，不要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她不过也只是个女仆，这似乎点燃了西蒂的心魔。Aku lebih baik daripada kalian semua. Itu benar. Dan anakku akan jauh lebih sukses daripada anak kalian semua dijadikan satu. Semua. 西蒂心中儿子便是他的一切，他也压根瞧不起这些食不果腹的村里人。夜里，科内利斯不停哭泣，妻子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内心保留的仅有一点良知，唤醒了科内利斯。Kan niet van mij verwachten dat ik een kind dood, Josephine. Het is barbaars, pervers zelfs. Het gaat tegen alle regels van de beschaafdheid in, lieverd. Het gaat te ver. Wat? De beschaafdheid, lieverd.卡雷尔担心他们母子俩会被赶出去，母亲轻轻说：“如果那样，我们就离开这儿，去哪里我们都可以活下来。”西蒂也感受到了处处都是危险，他主动找到丽萨说，同意和他一起走，他绝不允许儿子发生任何意外。这夜，他将自己交给了丽萨。第二天，西蒂本想告诉约瑟芬他们要离开这里，约瑟芬却说出实情：“老爷将这里的一切都留给了卡雷尔，我们必须卖掉，拿到钱后回荷兰。这些手续在欧洲办的话会简单很多。那时候我们平分这些钱，你也会成为有钱人。”当西蒂听到要随众人返回荷兰时，他雀跃的眼眸中充满了甜美的希望。谁料命运在此刻掀翻棋盘，那位向来以精明著称的老爷，竟将毕生经营的糖厂全数赠予卡雷尔。甘蔗丰收季来临，糖厂工人继续停工，意味着糖厂丢掉了到手的财富。科内利斯宣布，只要他们这次收割甘蔗后卖了银子，就会给大家付清拖欠的工资。工人们眼里的希冀转瞬即逝，又是一场空头支票。他们窃窃私语，市长打包票后，工人们才三三两两同意。说好离开的日子，丽萨准时到来。西蒂面露愧疚，告诉他计划生变，无法成行。丽萨怒不可遏，带着被爽约的愤懑离开。与此同时，卡雷尔被木马摇晃的吱呀声从睡梦中惊醒，映入眼帘的是科内利斯正骑在木马上，这与父亲当年为他亲手制作的玩具如出一辙。他们目光接触的一刹那，卡雷尔看到哥哥眼中的妒忌与愤怒，甚至还有一丝茫然。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危险马上就要来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收割甘蔗，手持猎枪的卡雷尔却突然陷入被哥哥科内利斯持枪追逐的惊险境地。科内利斯握着老爷手枪紧追不舍，卡雷尔身形敏捷，慌乱奔逃间一个闪身便消失在哥哥的视线中。下一秒，子弹擦过他的头顶，呼啸而过，仅仅高出2公分，便径直射穿一位工人头顶上方的甘蔗。这惊魂一刻，成为百发百中的卡雷尔对科内利斯发出的第一次严厉警告。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科内利斯，在弟弟面前竟显得不堪一击，如同一只任人拿捏的弱鸡。此前小夫妻俩盘算着解决掉卡雷尔后，卖掉此处房产，返回荷兰开启新生活。然而夫人却坚决不愿离开，她称自己身染重病，难以长途跋涉。就在僵持不下之时，牧师好友匆匆赶来，带来了荷兰政府要求所有人撤离印度尼西亚的命令。他似乎是夫人唯一能够倾诉的对象。夫人迫
迫不及待、满腹委屈的控诉儿子和儿媳给予家产，直言丈夫尸骨未寒，自己绝不能这样舍弃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家业。可牧师却无奈告知，荷兰政府已停发补贴，别无他法，唯有返程。儿子也再三叮嘱，明日一同启程回荷兰。这次牧师站在小夫妻俩这边，苦劝夫人此地局势动荡，为保安全，离开才是上策。夫人孤立无援，满心悲戚。荷兰对她而言早已没了归属感，她的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有她失去的丈夫，即便丈夫生前对她的爱早已消失殆尽。 Begint seniel te worden, moeder. Het doet ons allemaal pijn om jou zo te zien, maar we moeten handelen in jouw belang. Voor jouw eigen veiligheid. Misschien valt het allemaal wel mee in Europa. 这是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最后狂欢，许多荷兰人纷纷撤离，部分本地人也加入了这场最后的盛宴。夫人精心涂上口红，换上漂亮的裙子，缓缓走出门去。她回头凝望那座灯火辉煌的别墅，眼中满是眷恋与不舍。随后她毅然转身，穿过茂密的草地与广袤的甘蔗地，来到糖厂，这个她与丈夫携手打拼多年、积累万贯家财的地方。她用力拉动粗绳，打开砂糖仓库的开关，晶莹剔透的砂糖如瀑布般从管道倾泻而下。夫人静静地伏在地上，任由砂糖一点点将自己掩埋。不一会儿，砂糖堆积如山，将她完全覆盖。她愿在此安静的沉睡，奔赴另一个世界，寻觅她失去的丈夫。与此同时，丽萨的怒火仍未平息，她闯入宅邸，大肆捣乱，先是狠狠砸碎镜子，又将桌上的瓶瓶罐罐悉数推落。当她举起木棍准备继续破坏时，这一幕恰巧被卡雷尔撞见。卡雷尔绝不允许任何人践踏自己的家园，尤其是这个被他视作下等人的丽萨。而丽萨对卡雷尔同样厌恶至极，毕竟她与自己母亲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始终是她心中的一根刺。人们将丽萨的尸体拖了出去，卡雷尔就像拍死一只蚊子，表情平静，无动于衷。舞会仍在进行，约瑟芬安慰西蒂，或许放下才能开始美好的明天。他提议西蒂跳舞助兴。舞台上，西蒂麻木的脸庞下，双手如灵蛇般舞动，悠扬的舞曲在空气中流淌，却无法驱散他内心的彷徨。曾经为他遮风挡雨的老爷走了，信任的丽萨也不在了。如今谁能护他和儿子周全？他深知将命运交予他人手中，无疑是任人宰割。一旦踏上欧洲的土地，他们母子将更加被动。彼时或许只能如案板上的鱼肉，毫无反抗之力。而至少在这片土地上，他还有一座糖厂作为最后的依靠。深夜，黑暗笼罩大地，西蒂毅然点燃房内的窗帘，火势迅速蔓延。他叫醒熟睡的儿子，小心翼翼地将他抱到野外的空地上。看着儿子稚嫩的脸庞，西蒂内心五味杂陈。他转身再次踏入那片火海，屋内烟雾弥漫，火苗肆意吞噬着一切。西蒂平静地吹灭蜡烛，安然睡去，仿佛一切都已释然。而约瑟芬和克内利斯也在睡梦中毫无察觉，他们不知道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在逼近。房子在大火中痛苦呻吟，火焰疯狂地舔舐着每一寸角落，所有人都沉浸在永远无法醒来的美梦中。唯有卡雷尔这个命运的幸存者，在这场浩劫后从甜美的梦中苏醒。甜美的梦以平静优雅的叙事，将荷兰殖民印度尼西亚历史中一个微缩故事缓缓展开，如同一幅潮热怪诞的画卷，情节充满张力，隐喻深远，让人回味无穷。电影中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称得上善良，他们皆从自身利益出发，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伤害无辜。西蒂这位平凡又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子的未来，甘愿以生命为代价，将所有威胁儿子的人铲除。她的选择令人唏嘘，也让人看到了母爱的极致与疯狂。我们无从知晓卡雷尔未来的道路会走向何方，正如电影本身留给观众无尽的遐想。每个人都在这场殖民时代的美梦中沉浮，只是有人永远留在梦里，有人幸运的醒来。专注到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好片不迷路，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